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一台黑色商务车出现在了皇后酒吧的门口。戴着帽子墨镜的龙清河从车上走下来，对门口的大个子安保说道：嗨，又见面了，你们老板呢？王大洲上次虽然收了龙清河的200块小费，但由于嘴巴太松，险些被扣工资，现在还心有余悸。他警惕地问道：你找我们老板做什么？龙清河笑了起来：你这么防着我干什么？我又不会害你们老板。王大洲却往后退一步：那不一定。龙清河觉得他这模样颇为有意思，存心逗逗他。为什么？我长得面目可憎？不，你长得太漂亮了。王大洲说道：我师父说过，红颜祸水，女人是老虎，一定要远离。你师父真是有意思。龙清河笑道：那你这辈子可一定要把这个原则坚守到底哦。王大洲点点头：只要不扣我工资，不和女人接触又算得了什么？龙清河单手轻轻扶额，他不禁觉得这皇后酒吧似乎就没几个正常人。这时候小庞走下来了：龙小姐，我们老板请你上去。王大洲立刻立正说道：师父好。小庞看着自己的徒弟，郑重交代道：以后再见到龙小姐，可以喊老板娘。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王大洲他听了这句话又要哭出来了。刚刚才把老板娘给拦在门外，是不是又得被扣工资了？师父也不早说。王大洲委屈地说道：师父，你之前还交代我说女人是老虎，千万不要沾惹。小庞的表情很认真。女人是老虎，但老板娘除外。这2米多的大个子教育1米9多的大个子，画面真的颇为滑稽。龙清河忍住内心之中的荒诞感，面庞微热地说道：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不是你们的老板娘。但是荒诞归荒诞，他内心深处对于这个称呼居然并不反感。小庞摇了摇头：肖经理说了，就算龙小姐现在不是老板娘，以后也会是，所以可以提前喊，没问题的。龙清河的耳垂都红了一些，他笑着问道：肖经理为什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自己都不知道和你们老板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呢。你们都已经睡在一起了？小庞说道：那天肖经理去云连山公寓给老板送睡衣的时候，是我开的车。就算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也不代表要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啊。我和你们老板目前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龙清河解释了一句之后，发觉自己也是多余说这些，这不是越解释越像是欲盖弥彰吗？反正我的解释你都不信，是吗？龙清河问道。小庞很认真地点点头：老板说过，女人的嘴骗人的鬼。算了，我先上楼。龙清河跺了跺脚，快步朝里面走去。这还是龙清河第一次进入苏无忌的套房，后者正只穿着大裤衩，用2根手指倒立呢。你这手指可真硬。龙清河忍不住地说道：那可不，不过我可不止手指硬。苏无忌说着，用手指撑着倒立的身体往浴室挪去。你随便坐，等我几分钟，我去冲个澡。我今天去宁海录节目，来接你当亲友团的。龙清河说道：一会儿记得穿得帅气一点。苏无忌的声音从浴室中传来：
可我还没答应要当你的亲友啊。龙清河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慧霞的光，说道：我不管，最近姐姐我老是遇到危险，你得跟我去，不然我担心我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显然是编了一个理由，但却非常符合事实。昨天晚上，龙清河在回去了之后，却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节奏了。虽然跟苏无忌认识没多久，却共同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以至于他回到自己的豪华大平层里，都觉得索然无味了。虽然把老妈喊过来陪自己住，可龙清河只要一躺下，满脑子都是某个青年的身影。苏无忌倒是被说服了，确实，自己好像真的给龙清河带来了很多危险，于是说道：那行吧，正好我也顺路去宁海办点事情。的确，现在那个5星猎杀者武藤中一还没抓到， S 级调查官瑞特森也消失无踪。苏无忌确实也有点担心，以龙清河这高频率经历危险的倒霉体质，事情会不会再度波及到他的身上。洗完了澡，苏无忌和龙清河并肩下了楼，小庞拎着2个大号行李箱跟在了后面。有几次出门没带小庞，苏无忌觉得着实不方便，尤其是打人的时候还得自己动手，马德累死了。你出去多久呀？带这么大的箱子？龙清河问道。苏无忌说道：谁说箱子里一定要装衣服了？我还带了点干活的工具。懂了。龙清河也没问得太仔细。能够对抗国外顶尖雇佣兵的男人，你猜他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干活的工具这几个字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龙清河已经感受到了苏无忌对自己的信任了，他不禁有种可以分享对方小秘密的喜悦感。小庞，你开一台车跟在后面。苏无忌说道。小庞：知道，老板肖经理交代过了，不能打扰老板和老板娘的2人世界。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苏无忌说道：阿斯伯格患者脑子一根筋，你多担待一下。这么一说，龙清河便明白了，同情的心情随之涌出来。他笑了笑：没关系，他很可爱的。小庞：谢谢老板娘夸奖，但是老板说过，夸男人可爱不是一句好话。龙清河正笑着，忽然一道声音从车上传来：魏大个子，不可以乱喊老板娘，要是被狗仔录下了这句话，那可不得了，以后可不许再说了。这语气颇为严肃，不仅是叮嘱，已经近似于警告了。一个女人从副驾上走下来，她个头大概1.68米，身形算得上是高挑挺拔，身姿利落，留着齐耳短发，每一根发丝都仿佛被她的性格驯服，整齐服帖而有光泽。这女人的眉头虽然微微皱着，却并不是特别影响颜值，相反的是，这微皱着的眉头反而让她显得极为干练，配上那一双锐利有形的丹凤眼，更显得雷厉风行，像是能够瞬间洞穿人心深浅。龙清河拉着他的手臂说道：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现在的经纪人，童幽柔。无忌，你跟我一起喊柔姐就行，圈子里我最信任她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龙清河都跟童幽柔聊了个大概，这可把他这经纪人担心的不行，觉得龙清河简直疯掉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跟过来看一看不可。而龙清河以前的那位经纪人大姐，管他管得极严，和童幽柔的细腻关心风格有些许的不同。柔姐，这是苏无忌，我跟你提到过的。
童优柔盯着苏无忌，上下打量了好几眼，眼里有些许诧异。他有点无法把眼前这个穿着粉色西装的男人和那个从佣兵手下把龙清河救出来的猛男形象联想到一起。更何况此人居然还是大名鼎鼎的皇后酒吧的老板。哦，柔姐久仰大名。苏无忌笑道，丝毫不在意对方的打量眼神。童优柔主动伸出了手，毫不客气地说道，你好，什么久仰大名的，你也不用跟我客套，反正你听到的那些关于我的话，基本都不是什么好名声。的确，童优柔这名字和她的性格一点都不相似。这个经纪人的手腕太硬，性格太强势，说话又犀利，一些合作方对于跟他打交道都很发怵。但艺人们都很喜欢他，毕竟童优柔在谈判桌上给艺人争取条件的时候，可谓是毫不手软，分毫不让。童优柔今年32岁，10几岁就去南韩做练习生，成团出道之后也没激起什么水花。22岁回国之后，便无奈转型成了经纪人，偏偏做得风生水起。他虽然担任龙清河的经纪人，但两人情同姐妹，也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他名下的悠然娱乐经纪公司，龙清河便是股东之一。正因为这个原因，之前龙清河在对宋之瑜惊为天人的时候，掏出名片自我介绍了一句，我名下有经纪公司。当时的龙清河坚信，以童优柔培养艺人的水平，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宋之瑜捧红。柔姐这个特点和我一样。苏无忌咧嘴笑道，我在林州的名声也不怎么样。我是谦虚，你来真的？上车再说吧，不然被狗仔们拍到了，还有的麻烦呢。童优柔说道。那些狗仔和自媒体确实很不喜欢童优柔，每次能泼脏水的时候绝不手软。主要他性子太强势，经常和那些狗仔和代拍起冲突，而且冲突了之后宁愿官司打到底，也绝不道歉。也正因为如此，有一段时间童优柔荣赢了娱乐圈官司之王的称号。说完，童优柔又看了看小庞，道，大个子，你以后不要再乱喊老板娘了，要是让我听见，以后就不许清河再和你们老板见面了。小庞，你闭嘴，我只听老板的话。被这么怼了一句，童优柔差点柳眉倒竖。毕竟这年头娱乐圈里敢和他直接回怼人已经很少了。苏无忌乐了，小庞表现不错，回去给你涨工资。小庞好像悟到了什么。老板，怼女人就能涨工资吗？龙清河捂着小肚子，笑得弯下了腰。这么一弯腰，某个位置又饱又满的曲线变得更为突出，俏俏姐直接变成了俏俏姐。苏无忌忍不住地多看了两眼。童优柔看到了苏无忌的眼神，跺了跺脚，转身先上了副驾。龙清河也拉着苏无忌坐在了商务车的第2排。苏无忌才刚刚给自己系上安全带，就听到童优柔语气不爽地说道，小苏，以后不要这样盯着清河的屁股看，尤其是在外面，知道吗？龙清河一愣，一抹红晕迅速爬上了他的脸颊。他的嘴角忍不住的上扬，却又努力抿着，那弧度中藏着满心欢喜。似乎苏无忌偷偷多看了某个位置几眼，就让俏俏姐的心情变得很愉悦。这时候的他并没想到那句话，女为悦己者容。苏无忌有点领略到这个经纪人的厉害了，可他偏偏吃软不吃硬。这家伙咧嘴一笑，说道，全国的粉丝都往他那儿看，我为什么不能看？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
随后他拍了一下龙清河的纤腰，你转过去让我再看看。转过去让我再看看。龙清河第一反应是转过身让苏无忌多看2眼，毕竟这可是唯一知道自己臀围的人。可刚刚转身到一半，他忽然想到柔姐还在车上，立刻停住了。司机也是个年轻姑娘，平时间童幽柔的助理。此刻他看到性子强势的柔姐吃了瘪，立刻抿嘴直笑。苏无忌这句不按常理出牌的话，差点没把童幽柔气得鼻子冒烟。他只能转向龙清河：清河啊，清河，你交朋友的时候能不能慎重一点？你现在已经是绯闻满天飞了。龙清河似乎也喜欢看到有人怼童幽柔，笑得很开心。柔姐，我从来不在意传绯闻。那得看跟谁传。童幽柔的语气仍旧满含不爽。你要是在乎绯闻，就不会发那条充满了误会和暗示的微博了。很多娱记因那条微博去采访经纪人童幽柔，而他自己也是处于完全懵逼的状态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还猜测是童幽柔故意要炒作一番，好趁机把龙清河的热度提升上去。童幽柔拿龙清河没什么办法，又叮嘱道：反正这次你拍综艺把小苏拉过来当亲友团，可必须要慎重。录制现场到处是镜头，你俩一定得保持好距离。龙清河笑道：你放心吧，柔姐，这次现场有那么多的亲友团助阵，无忌在里面又不显眼，八卦记者扒不出什么东西的。顿了顿，他又补充道：当然，我和无忌清清白白，也不怕他们爬。童幽柔冷笑：呵呵，都睡在一间房了，连那大个子保镖都知道你们之间不清白。龙清河抿了抿嘴，俏脸微热。童幽柔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还有你，小苏，我提醒你，在人多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苏无忌直接开口打断了：童幽柔，你是不是一直单身？童幽柔反问：单身怎么了？龙清河笑着问道：童姐确实是单身贵族。无忌，你怎么猜得这么准？苏无忌呵呵一笑：这还不好猜，就这脾气，管天管地，哪个男人喜欢被老婆当成儿子管？那个司机兼助理的小姑娘终于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龙清河打了苏无忌的大腿一下：其实柔姐一直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她虽然对艺人严格了一点，但都是真心为他们的发展考虑。苏无忌翘着二郎腿窝在座椅上，懒散地说道：我知道，不然我刚刚就把他从车子上丢下去了。龙清河这是从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个暴力男？他也不想再跟苏无忌斗嘴了，开始翻看最近1周工作计划，给其他艺人宣传经济开电话会议。他语速极快，专业性极强，往往一句话就直接说到问题的痛点。平心而论，这童幽柔不愧是女团出道，颜值是真的挺能打的，尤其是那种专业又干练的女强人范儿，在大部分姑娘们的身上都并不多见。有很多网红会刻意模仿女强人路线，但是这种模仿出来的和童幽柔这种真正的女强人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所谓的平易近人跟她就没有半点关系。苏无忌旁听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会议，不禁也对童幽柔刮目相看。有这样专业严格的经纪人给艺人把控方向，艺人想塌房都难。到了会议的最后，童幽柔对着手机屏幕说道：今天碰头会的最后一项，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龙清河最近的绯闻，你们有什么意见？
各位宣传经纪都是七嘴八舌的开始说了起来，但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要么不回应冷处理，要么直接辟谣，同时要让龙清河把个人微博的账号密码上交给公司，一点新意都没有。听完了那些宣传经纪和公关们的讨论，苏无忌没好气地评价了一句。童优柔扭头瞪了他一眼，龙清河笑眯眯的，丝毫不插嘴。他虽有事业心，但在很多时候感性都是要战胜理性的。童优柔评价道：你们说的都没错，也是我们以往习惯用的方法，但这一次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做出改变？视频会议里所有参加者都很意外。龙清河本来正放松地窝在座椅上，听了这话立刻坐直了身体。童优柔的声音沉静：一人不可能一辈子不结婚，如果恋爱结婚都不行，那么这就是个不健康也不可持续的业态。你们都要清楚，龙清河走到现在靠的不是男粉丝。龙清河忽然明白童优柔要做什么了，眼睛里顿时浮现出了感动的神色，但他还是轻轻说了一句：我又没说现在就要谈恋爱。一名宣传经纪说道：可是如果清河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他的商务报价肯定是要下降的。童悠然直截了当地说道：那就下降好了。这种商业价值的下降会影响经纪公司的营收，但童优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半点犹豫。苏无忌在后排听着，开始有点佩服这女人的魄力了。如果未来龙清河的恋情真的曝光，那么我们唯一要对媒体说的就是祝福。童悠然又说道：都给我记住了。会议结束，童悠然在这方面给予龙清河的自由度，真的是其他艺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柔姐，你对我真好。龙清河感动地说道：要不你给我当老公算了。童悠柔瞥了龙清河一眼，没好气地说道：这还不是在给你擦屁股？龙清河面带微笑：不，我感觉这次你不一样。童悠然摇了摇头：这次你也不一样。他和龙清河相处10年了，两人的关系亲如姐妹。童悠柔太知道这个前途无量的主持人私下里对待其他男人都是个什么态度了。他能明显感觉到龙清河对苏无忌有着相当明显的依赖感。要是放在以前，童悠柔怎么会冒着传绯闻的风险让苏无忌坐上这台车？下午参与综艺录制的所有艺人都要开个碰头会，分配一下各自的任务，熟悉一下彼此的台词和剧本。童悠柔说道：你得负责暖场串场，台词最多，任务最重。好。龙清河说道：小事儿。身为主持人，最不怕的就是这些串场的台词了。然而苏无忌却傻乎乎地问出了一句话：我去，综艺真的是有剧本的吗？有些事情在圈外是秘密，在圈内则是人尽皆知。这话一出，车里的3个女人都笑了起来。龙清河说道：综艺何止是有剧本，那些有意思的台词都是导演组设计过很久的，一些看起来好像巧合引起的搞笑场景，说不定都重拍了好多遍。原来是这样啊。苏无忌摇了摇头：被你们骗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你们的综艺现场真的那么搞笑。童悠柔也有些忍俊不禁，嘴角稍稍扯了一下，勉强算是笑出来了。开车的小助理忍不住地说道：你好可爱。此言一出，坐在他正后方的龙清河抬眼看了看，
随后低头给苏无忌发了的消息。这小助理好像挺喜欢你的。苏无忌回复，他喜欢我关我屁事，你去打听打听皇后的那些女人哪个不喜欢我。龙清河又回道，人家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长得可爱甜美，你俩年纪差不多，要不要相处试试看？苏无忌回复，我喜欢大的。龙清河看了旁边的男人一眼，继续打字。具体多大的？苏无忌言简意赅。36和86。龙清河的俏脸一下子通红，忍不住的抬手捶了苏无忌的大腿一下。苏无忌也抬手啪的一下打了回去，这一下打得有点响。龙清河立刻正襟危坐，佯装无事发生。童悠柔时不时地看着中间后视镜，把两人互打大腿的画面都尽收眼底，随后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忍不住地掏出手机给龙清河发了个消息，找个什么样的男人不好，偏偏找了一个这么轻佻的家伙，那么多优秀的男人追你，你就偏偏视而不见。虽然龙清河跟童悠柔聊过苏无忌救他的事情，但是童悠柔毕竟没有亲眼见识到当时的凶险，而他眼下所见识到的苏无忌充满了轻佻和不成熟，远远比不上龙清河曾经的那些追求者。但尽管心中不满，他还是不会强行干涉好姐妹的选择。龙清河的回复很快来了，柔姐你别乱讲，我又没和苏无忌谈恋爱。童悠柔没好气的打字，刚刚上车的时候，人家随口一句话，你屁股就已经撅起来了。龙清河看着手机屏幕，面颊已经开始变得滚烫。苏无忌这时候也在看着他自己的手机，眉头轻轻皱着。他的手机屏幕上有2封新邮件。第一封邮件的内容是：截获雷蒙情报局密信，杜卡罗组织近期准备在华夏搞个大动作，以报复小山家族被团灭一事。第二封的邮件是对第一封的补充，内容是：已查明杜卡罗的此次行动有华夏世家子弟配合。读到这儿，2道锐利的眼光从苏无忌的眼睛里释放了出来。这一刻，那种无形的凛冽似乎让整个车厢里的温度都随之下降了几分。龙清河正沉浸在休憩中，并未感觉到苏无忌的气质变化，但是童悠柔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陷入沉思的苏无忌，随后又和龙清河的聊天对话框里打了一行字，一条消息：你找的这个小男人有点危险。下午到了宁海的录制现场，龙清河去开剧本会了，而童悠柔则是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端了一杯咖啡给他。谢谢柔姐。苏无忌咧嘴一笑，你真是人美心善啊。这句话其实倒也没说错，童悠柔人挺美的，心也不坏，就是嘴巴不讨人喜欢，和皇后的毒舌财务大人各有千秋。你有心事？童悠柔直接问道。苏无忌瞥了他一眼，淡淡一笑，柔姐这眼光挺毒辣，我的心事就是，什么时候柔姐能同意我光明正大的打量龙清河的屁股？然而这次这句粗俗的话居然并未让童悠柔暴走，甚至她压根都没有生气。童悠柔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没必要用粗俗的语言来掩饰你的真实内在。当你认真起来的时候，之前的轻佻感觉完全消失不见了。我认识这圈子里的很多优秀男演员，但是他们很难演得出你这种气质来，顶多是形似而非神似。苏无忌哈哈，柔姐你误解我了，
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厉害。童悠柔摇了摇头，当然，我的眼光也可能会有偏差。苏无忌，这就对了嘛。但是我只会低估了你。童悠柔说道。晚上赞助商邀约着一起吃顿饭，在宁海远航大厦。童悠柔没什么表情。你这亲友团成员要不要一起出席？似乎这才是他此次出来找苏无忌的主要原因。你们跟赞助商吃饭，我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苏无忌兴趣不大。我不会敬酒，更不会说场面话。那好吧，我把隔壁包厢定下来，你和雨师一起就在隔壁吃，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说这话的时候，童悠柔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了一道光，这似乎话里有话的样子。苏无忌，雨师是谁啊？童悠柔，就是那个夸你可爱的小助理季雨师。行吧。苏无忌倒也无所谓跟谁一起吃饭，更何况那小姑娘还挺养眼的，跟一株淡雅又甜美的小百合似的。远航大厦的顶层是一处高端餐厅，能够眺望宁海外滩，景色极美。虽然这个餐厅的味道很好，但这儿的社交意义明显更重一些，尤其是那人均5、6千的价格，让客人觉得能在这里被宴请就是受到了尊重。这儿的服务生也都见惯了明星，所以并没有因为综艺摄制组的到来而表现出多么的惊喜。这次综艺节目的第一冠名商是东兴汽车，这是一家老牌的东洋汽车制造商，在华夏的合资企业也已经成立超过30年了。不过这2年在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之下，东兴汽车的日子过得不太好。尤其是接下来麦克斯韦集团还要在华夏建厂投产，无疑让老牌燃油车的处境变得雪上加霜。而今天出面宴请节目组的是东兴汽车宁海公司分管市场部的副总裁岳彤宇。岳彤宇是首都人，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宁海，今年36岁，已经在东兴汽车工作了10几年了。在这个年纪就坐上这样的位置，显然能力非同一般。苏无忌和季雨师就坐在隔壁的包厢里，两人边吃边聊着天，倒也是轻松自在。我的天，皇后酒吧是你开的？季雨师的眼睛里冒着星星。我去过几次，生意太火爆了，提前2天都订不到位置。是的，美女比较多，所以看起来生意比较好。苏无忌想到酒吧的财务状况，不禁说道：但是我们的酒水都是平价销售，所以一直在亏钱。要是财务在这里，8成又得吐槽了。您老人家亏钱是因为酒水价格定得太低了吗？您少打几圈麻将，少帮助几个妹子就行了。季雨师又一脸崇拜地问道：把生意做那么大，肯定很辛苦吧？苏无忌点点头。何止是辛苦，经常忙通宵的，每天都是干到天快亮才能睡。那几个包臀裙小姑娘对这句话肯定深有感触。真辛苦啊，季雨师说道。那以后我和柔姐去皇后跳舞的话，能不能请你帮忙订个位置呀？苏无忌笑道。当然可以啦，你们如果去的话，酒水肯定全免费。要是服务生敢让你们掏1分钱，我这酒吧第2天就倒闭。还好这句话没被财务大人听见，这毒誓特么的也太狠了。不过苏无忌这才捕捉到了刚刚这句话里更关键的信息，问道：等等，童悠柔那男人婆还会跳舞？季雨师笑道：柔姐以前可是南韩女团 C 位出道的呀，不过她那个团确实还没引起什么关注度就解散了，
不夸张地说，虽然他已经当了10年经纪人，可现在国内那些当红的女团成员，在基本功上仍旧差他10万8千里。俩人吃了不少，隔壁的饭局似乎也比较和谐，并没有争执声传过来。这时候，季雨诗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是龙清河打的电话。柔姐喝多了，你和无忌先来把柔姐送回去吧。等苏无忌到了隔壁包厢，饭局已经快结束了。主位置上穿着一身淡黄色西装的就是岳彤宇，他的长相算得上是很英俊了，脸型偏长，鼻梁高挺，面部线条透着一股沉稳感，尤其是那双眼睛，扫视之间偶尔透出一股锐利感觉，那眼光似乎可以洞悉人心。童幽柔坐在他和龙清河的中间。此时，这位经纪人已经满脸通红，单手撑着额头，眼光有些迷离，明显不胜酒力了。岳彤宇的酒量不小，现在大半斤白酒下了肚子，跟没事人一样。龙清河倒是滴酒未沾，其他参加这一档综艺的艺人们或多或少都喝了点。来，无忌，你把柔姐送回去吧。龙清河对苏无忌说道。此时的苏无忌，在众人的眼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助理。那你呢？苏无忌把童幽柔搀扶起来，问道。我陪大家再坐一会儿。龙清河说道。让雨师留下来等我就行了。毕竟投资商代表在这儿，大家都没走，自己率先离席，似乎也太不给主家面子了。也行，苏无忌说道。但会不会有些不方便？他已经让小庞在隔壁随时待命了。龙清河笑道。我对你还不放心。当时共处一室，这家伙明明有机会窥见自己的裙下风光，可他偏偏把眼神挪开了。从那时候起，龙清河就很确定这家伙是个正人君子。苏无忌，我是怕童幽柔喝多了变成了女流氓，万一她对我做什么……那你就把柔姐拿下好了。龙清河顺手打了苏无忌的肩膀一下，这个亲密的动作，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行吧，我现在让小庞在隔壁等着，你有事儿就联系他。苏无忌说着，把童幽柔搀扶出去了。岳彤宇听着这些对话，微微诧异地看着了一眼苏无忌的背影，随后问向龙清河：清河，这小伙子是你的助理？龙清河微笑着说道：是朋友。岳彤宇更觉诧异，他从来没听说过龙清河身边有这么一号男性朋友，但从苏无忌和龙清河的对话状态里，能明显听出来，这两人非常熟悉。既然童幽柔回去了，没经纪人管你了，清河，要不要喝一杯？岳彤宇问道。一个女艺人说道：是啊，清河喝一杯吧，岳总都劝了你一晚上了。导演也说道：清河，你就喝一杯，给岳总个面子，他要是开心了，下次还能继续冠名咱们节目。在场的人都能看出来，岳彤宇对龙清河的关注度最高。之前在安排座位的时候，龙清河本来被安排在了岳彤宇的身边，是童幽柔非要坐在两人中间。对此，岳彤宇倒也没多说什么，期间跟童幽柔相谈甚欢，两人都喝了不少。终于，童幽柔撑不住了，先回去了。看到所有人都在劝，龙清河也不想破坏气氛，只能勉为其难地站起来说道：那我敬岳总一杯。那雪白的脖颈一仰，一杯白酒便是一饮而尽。由于职业是主持人，要保护嗓子，所以龙清河平日里极少碰白酒。
这一杯酒入了喉，白皙的俏脸仿佛瞬间布上了一层浅浅的红晕，好似春日里初绽的桃花。好好好！岳彤宇盯着龙清河那绝妙的容颜看了2眼，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随后给龙清河的杯子里填满了酒，说道：来，我们喝第2个。龙清河立刻摆手：岳总，我实在不能喝第2个了。岳彤宇却笑道：我却有和你喝第2杯的理由，这和家里老太太有关，你不妨听听看。好吧。龙清河听到对方连老妈都搬出来了，就知道这第2杯怕是躲不过去了。于是岳彤宇拿出手机，打开了对话框，播放了几段语音。彤宇，你今天要跟龙清河吃饭啊，妈最喜欢他了，你要是见到他，一定要替我跟他喝杯酒。你问问龙清河要不要来首都台工作，如果这丫头愿意，以她现在的人气，我完全可以把她推上明年的春晚。唉，彤宇啊，你要是能找一个这样的儿媳妇回来，那就好了，妈也就没什么心事了。老太太的这几条语音消息一放出来，傻子也知道龙清河已经成为岳家儿媳妇的候选人了。现场有几个女艺人眼睛里都出现了相当明显的羡慕表情，那可是首都岳家。在首都岳家，岳彤宇还是姓岳的，而他这一代里的弟弟妹妹基本上都不姓岳了。毕竟家里的顶梁柱已经在政坛上更进一步了，为了低调，为了避嫌，有的后代哪怕出生证明上是姓岳，后期也都改成了跟母姓了。之前苏无忌在被刘志文抓到废弃化工厂的时候，随口扯淡了一句，说自己是得到了岳家的授意才针对周志远的。当时刘志文居然信了，但是苏无忌其实对岳家并不了解，当时也只是随口胡诌了一个经常出现在晚间新闻上的姓氏而已，但足可见现在岳家的超强影响力。老太太都这么说了，龙清河再推辞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他举起酒杯说道：谢谢阿姨的喜欢，我会继续努力的。随后雪白的下巴微微扬起来，又是一杯酒一饮而尽。岳彤宇见状满意的笑了笑：好了，我就劝这2杯酒，今天真的很开心。龙清河长出了一口气。很显然，这个岳彤宇的情商极高，通过老太太的嘴委婉地表示了一下对于龙清河的好感，而劝了2杯酒之后立刻点到为止。毕竟如果再劝第3杯的话，过犹不及，极有可能招致龙清河的反感。临散场，一行人向外走去。导演早就看出来岳彤宇对龙清河有意思，立刻示意其他人走快点，给龙清河和岳彤宇留出空间来。岳彤宇问道：清河，我送你回去吧。季雨诗则是跟在龙清河的身边，甚至还扶住了他的胳膊。这小助理很有眼色，他知道龙清河不想和别的男人过多接触，所以他离得这么近，也就相当于一个电灯泡，让岳彤宇有话不方便说。不用了，谢谢岳总，我的车就在楼下。清河，我妈真的很喜欢你，她都不知道在我耳边念叨了多少次，让我带你回家吃饭，就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赏光。岳彤宇半开玩笑地说道。她还催我给她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儿媳妇呢。他这个钻石王老五长相不错，家世又好又多金，在情场上的杀伤力确实很强。
但龙清河偏偏不感冒，他打算直接拒绝。然而他还没开口，就听到一句瓮声瓮气的话从后方传来：你不要打我老板娘的主意，不然弄死你。高大的身影已然映入几人的眼帘，那2米多高的个头天然具有强悍的压迫力。岳彤宇的眉头轻轻皱起，他确实极少遇到别人这么粗鲁地跟自己讲话。你是什么人？岳彤宇问道。小庞的声音粗沉：我是我老板的人。岳彤宇感觉自己像是秀才遇到兵。你老板又是谁？小庞：老板，就是我老板娘的男人。岳彤宇：你老板娘是？小庞指了指龙清河。逻辑闭环了。但是岳彤宇这一圈问下来，小庞看似回答了所有问题，却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套出来。岳彤宇平日里气度修养都还不错，可这简单的几句话却让他憋了一肚子不爽。这傻大个是来玩自己的吧？龙清河笑了笑：小庞的老板就是刚刚把柔姐送回酒店的那个帅哥，我的好朋友。岳彤宇：原来如此。帅哥，帅个屁！不过他倒是稍稍放下心来，毕竟看龙清河和那青年虽然熟人，但应该还不是男女朋友，但也值得警惕。这俩人的相处状态太自然太流畅了，简直像是认识多年的一样。你们认识多久了？岳彤宇又问道。快1个星期了。龙清河抿嘴笑道。他这一笑主要是想起了和苏无忌初见时的误会，可这样的笑容落在岳彤宇的眼睛里，就把这位首都大少迷的神魂颠倒了。这样啊。岳彤宇说道。我这2天正好空闲一些，你们在宁海录节目，我也能去探探班。龙清河道。岳总工作忙，不用为了我们多分心的。岳彤宇说道。其实不忙，在我这个位置上，主要负责一些更宏观的决策，很多细节的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执行就行了。这时候小庞粗声粗气的声音再度响起：老板娘是不想让你去。好家伙，这时候他的理解能力居然提升了。岳彤宇的眉头狠狠一皱，他确实很少被人服面子，可今天这傻大个已经是接二连三的怼自己了。岳彤宇的秘书率先开口了，他推了小庞一下：你算什么东西，敢这样和岳总说话？然而下一秒他便发现自己的双脚离了地，这个2米多高的大个子直接揪着他的领子，单手把他给提了起来。这秘书的双脚在空中乱蹬着，抓着小庞的手想要挣脱，喊道：你放我下来，岳总和龙小姐聊天，你也敢插嘴？然而下一秒小庞面无表情地反问：插嘴有什么不敢的？此刻他的左手也抬了起来，食指和中指直接插进了这秘书的嘴巴里。这个秘书的双眼瞪圆了，白眼球瞬间布满了血丝。这一刻这秘书只有一个感觉，对面这个大个子的手指头真特么的又粗又长又硬啊，怎么能插得这么深，直达喉咙深处，快把自己抠死了。妈的，个子高的人真是哪哪都这么长的吗？小庞面无表情地松开手，手指跟对方的嘴巴都快拉丝了。这秘书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干呕着，看起来无比痛苦。岳彤宇见状把秘书扶了起来，狠狠皱着眉头，
冷冷说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小庞：“知道，我在插嘴。”岳童宇忽然失去了所有力气。他平日里长袖善舞，交友广阔，可在这个傻大个的面前，似乎所有的经验都彻底失效了。小庞看了看岳童宇，说道：“你要是还敢撩我老板娘，我也插你的嘴。”岳童宇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觉得嗓子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从远航大厦到居住的酒店，苏无忌开了20几分钟。童幽柔坐在副驾，早就沉沉睡去。期间有一次左转的时候，童幽柔的脑袋被惯性甩过来，被苏无忌毫不客气地推了回去。可到了酒店的地下车库，苏无忌无论如何都喊不醒对方了。他甚至还往童幽柔的脸上拍了2巴掌，后者仍旧没什么意识，嘴里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在嘀咕什么。于是苏无忌只能把对方安全带解开，想要把他抱出来。只是在解安全带的时候，他发现这脾气不好的大姐还挺有料。苏无忌在童幽柔的身上摸了摸，找出了一张房卡。真诚。苏无忌把童幽柔背在身上，双手托着对方的大腿，进了电梯。童幽柔此刻完全没有意识，脑袋耷拉在苏无忌的肩膀上。电梯里还有一男一女，女的喝了也不少，都快走不了路了。男人见到苏无忌进来，露出了一个同道中人的笑容。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和这个男人婆不是男女朋友。”那男人立刻满脸笑容的点点头：“我们也不是男女朋友，谁这样玩啊？”他倒也不会给出什么评价，毕竟这种类似的行为他在酒吧里可见得多了。由于童幽柔是趴在苏无忌肩上的，这男人看不到他长得什么模样，但这家伙打量了一下童幽柔的身材之后，忍不住地说了一句：“哥们，你这个挺劲爆啊，腿不错，腰不错，屁股也不错，要不咱们4个一起玩？”“玩你妹啊！”苏无忌一抬手，啊！那男人立刻捂着眼睛倒在了电梯里，涕泪横流地喊道：“我夸你女人2句，你戳我眼睛干什么？谁特么让你乱瞄的再乱看，戳瞎你！”苏无忌丢下了一句，背着童幽柔走到了1229房间。这是个大床房。苏无忌把童幽柔直接丢到了床上，扯过被子直接盖在她的身上。事实上，以童幽柔此刻的状态，苏无忌无论对她干什么，她都不会有感觉。苏无忌本想起身离开，但忽然想到有些醉酒了的人可能会因为呕吐物堵塞气管而窒息，从而导致死亡，于是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而这时候童幽柔似乎是觉得有点热了，一把掀开了被子，随后一个翻身，大腿一抬，跨在被子上继续睡。从苏无忌的视角看过去，童幽柔的这个动作也让某个位置显得更为突出。他不禁觉得刚刚电梯里那男人对柔姐身材的评价完全没错。睡了10几分钟之后，童幽柔忽然坐了起来，她晃晃悠悠地走向卫生间，一边迷迷糊糊地走着，一边解开外套的扣子，将之随手丢在地上。在这外套里面只是一件白色的吊带衫罢了。紧接着童幽柔把裤子也给解开了，不过还没把裤子完全脱下来，人便已经进了卫生间，还顺手关上了门。苏无忌看着那丢在地上的外套，眼睛都瞪圆了。而卫生间里，童幽柔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面庞发热，眼睛里有不知名的光芒闪过。
这哪还有刚刚的醉酒模样，算是个正人君子，但还没完全通过我的考验。接下来要看看你是不是要来卫生间占我便宜。童悠柔在心中说道。这时候，卫生间的门真的被打开了。童悠柔立刻装作腿软，摔倒在地，脑袋都不小心磕在了洗头台边上。这也太逼真了。苏无忌进来，一把将童悠柔拽了起来，后者却挣扎道：我要洗澡，我要洗澡，我衣服还没脱呢。砰！苏无忌手起刀落，一记手刀狠狠砸在童悠柔的脖颈上，后者的脑袋顿时耷拉向了一旁。白色吊带衫里的2座雪山也随之向一侧倾斜坍塌，已然从不高的吊带衫领口里挤出大半。终于安静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都喝成这样了还洗你妹的澡啊，女人就是事多。第二天综艺录制开始，而这一天的拍摄内容也很简单。艺人们先是化好了素颜妆，被造型师做出蓬松凌乱的发型，躺在被窝里假装刚刚睡醒，拍摄被其他艺人敲门喊起床的画面。这个场景最大的看点就是明星们的素颜和睡衣。身为亲友团，苏无忌也是旁观了拍摄。当他看到穿着长袖睡衣睡裤的龙清河，差点没笑出来。俏俏姐在家里的时候可不是穿得这么严严实实的，在场的所有人里只有苏无忌才见过她那短款睡裙是什么样子。拍摄分为好几个组，一直进行到了中午才把所有艺人拍完。但是一向极为准时的童悠柔居然缺席了整个上午的拍摄。据小助理季雨诗说，童悠柔喝多了，一直在沉睡，睡得很踏实。吃过了午饭，龙清河和苏无忌敲响了童悠柔的房门。季雨诗开了门，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我还从来没见过柔姐睡得这么好过。季雨诗轻声道：这一上午她连翻个身都没有，看来昨天真是喝太多了。龙清河也点点头：昨天的酒确实度数高，不过以柔姐的酒量也不该睡到现在的，可能是最近太累了。苏无忌看了看自己的右手，可能是劲儿使大了。几分钟之后，童悠柔终于翻了个身。她悠悠醒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第一时间就是揉了揉脖子。脖子怎么那么疼？童悠柔皱着眉头说道。季雨诗连忙给她端了一杯水。柔姐，你是不是一个姿势睡太久，落枕了？有可能。童悠柔说完，和苏无忌完成了对视。于是昨天晚上的所有记忆都涌上了脑海。什么落枕了，根本就是这个混蛋把自己给打晕了，下手那么重。不过童悠柔绝对不能说出真相，那样也太羞耻了。他昨天也是突发奇想，想要假装喝多来测试一下苏无忌的定力，看他接近龙清河到底是不是图对方的美色。童悠柔自认自己这方面的吸引力也不算差，觉得苏无忌肯定无法通过人性的考验。苏无忌送他回酒店，在电梯里戳别人眼睛的时候，柔姐姐差点没忍住笑，但是她毕竟是女团出身，演技也算得上凑合，终究没有露馅。不过说不上为什么，从头到尾苏无忌都没有表现出对自己的一丝一毫的兴趣，这让童悠柔莫名有点不爽。柔姐，你这落了枕，要不要找个理疗师给你按一按啊？龙清河问道。算了。童悠柔说着，
又下意识地看了苏无忌一眼，发现后者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顿时脸庞一热。对了，我昨天走了之后，饭局的情况怎么样？童悠柔立刻换了个话题。吉雨师一提起这事儿就笑得不行，好不容易才忍住笑，把小庞插嘴的事儿讲清楚了。童悠柔听了，表情有点复杂。他总觉得这个老板和他的保镖怎么都这么喜欢暴力动手呢？以后清河会不会也被这样粗暴的插嘴？今天的拍摄顺利吗？童悠柔调整了一下心情，问道。大部分都挺顺利的，就是在尹琪琪那儿多耽搁了一会儿。他老是嫌导演把他的起床模样拍丑了，光他一个人就重拍了20几条。龙清河摇了摇头，明显有些抱怨。有女明星的地方就是终极雌竞场。童悠柔说道。这个尹琪琪在片场一直比较作，早有耳闻了。下午要录制水上丝名牌，按照剧本，尹琪琪要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会在最后一关输给他。龙清河说道。撕名牌就是每个参与者的背后都贴着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名牌，谁能撕下对方的名牌，谁就获胜。小助理季雨师吐槽了一句，这个尹琪琪最近是找了个什么金主吗？为什么这一期剧本营最后的还是他？综艺节目的道道很多，有些艺人们为了抢镜头争咖位，都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像尹琪琪这种动用背地里的一些关系之外，表面上也有一些相当简单直接的方法来损人利己。譬如，如果龙清河在录制的时候，每次说话都被别地艺人刻意打断，没法完整的表达，那么最后剪辑成片的时候，龙清河那些被打断说话的镜头就没法用了，整期的画面也会很少。这个尹琪琪今天一上午就打断了其他女艺人好多次。水上丝名牌，苏无忌咧嘴一笑，这导演组都是老色批，这是故意要让你们都穿泳装啊！观众们都喜欢看2个女人互撕，更何况是穿着泳装的女人。童悠柔还是不放心的叮嘱，撕名牌的时候千万要避免走光，你的泳装也不能太暴露。放心，严严实实。龙清河摇了摇头，但是泳装那么紧身，就算是不暴露，具体身材怎么样也是一目了然了。这都是导演组的小心思，到时候泳装撕名牌的预告片一出来，必然会相当火爆，收视率稳稳的了。童悠柔确实专业性很强，一下子便想到了很关键的问题。你剃干净了吗？龙清河啊，苏无忌还在场呢。这问题让这位当红主持人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来，我再检查检查，万一有不听话的线头跑出来，到时候就成你的黑历史了。童悠柔说着，把龙清河拉向了卫生间。苏小初还没反应过来，他还以为说的是衣服。什么线头啊？我可以帮着一起检查检查。龙清河已是霞飞双颊，嗔怪地看了苏无忌一眼。你在外面等着。小助理季雨师拉住了苏无忌，他的俏脸也微微有些发红，问道：你真不懂呀？苏无忌说道。什么线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季雨师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无忌，忽然觉得这个纯情的大男孩真是有点可爱，于是咬了咬嘴唇，在他的耳边小声说道：都是成年人，告诉你也没关系，就是很多女生在穿泳装的时候得把某些位置挂一下，有些女艺人还要做全身脱毛。苏无忌恍然大悟，随后顺口问向小助理：
原来你们女孩子都这样啊。季雨诗万万没想到，苏无忌居然把问题直接对准了自己。他微微低下头，目光有些闪躲，双颊的红晕犹如绯色的晚霞，轻轻说道：也不全是，我不会游泳，只做过腋窝的。苏无忌：哦，你在哪家店做的？改天带我去。季雨诗：是。而这时候，卫生间里传来了童幽柔的声音：行，挺干净的，你本来就不多。龙清河：嘘，柔姐，你小点声，这是我的秘密。下午的录制地点在酒店的户外泳池。龙清河穿着一身漂亮的淡黄色连体泳装，成熟丰韵的身材被勾勒得十分清晰，尤其是那完全不需要挤的超深事业线，在以瘦为美的娱乐圈里颇有傲视群雄之代。虽然在导演组的剧本里，尹琪琪的戏份最重，好像所有人都在给她抬咖，但这一场泳池撕名牌的活动，反而龙清河成了最大的赢家。毕竟俏俏姐的外号可不是虚的，泳装的背后是交叉的系带，把光洁的美背暴露无余，而系带的尽头则是连接着某处86维度的曲线起点。那写着龙清河名字的名牌就粘在她泳装的系带之上。尹琪琪瞄了龙清河几眼，表情上明显写着不爽。她的身材其实也还可以，硬挤一挤，再配上深 V 的泳装，还是颇为撩人的。但四肢偏瘦，对于男性的吸引力就不如龙清河这种先天健康的体态。一堆俊男靓女聚在一起打打闹闹，现场白浪翻滚，水花四溅，确实很养眼。苏无忌戴着墨镜，坐在泳池边的亲友团观战台边上，举着清河璀璨、龙粉相伴的应援标语。他的目光就没离开过龙清河，越是看得多，越是觉得这俏俏姐极有味道。高强度拍了2个小时，由于尹琪琪在撕别人名牌的几个镜头里表情管理没做好，导演要求补拍一下，其他演员还不得不配合重新撕几次名牌，哪怕心里有些不爽，表面上还得演得很欢乐。所谓的真人秀本质上还是一场表演。这时候岳童宇居然又来探班了，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坐在了苏无忌的旁边。清河穿这一身还真漂亮啊，岳童宇说道。苏无忌没回应。岳童宇看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老弟，你那个大个子保镖下手可不轻，差点把我秘书的扁桃体给摘了。苏无忌目光仍旧落在龙清河的身上，都没有看岳童宇一眼，随口说道：很正常，他下手就是这么莽撞，我代表他向你道歉。你们还是一伙的吗？他本来是来表达不爽的，可对方居然第一时间就道了歉，让他不禁有种蓄力许久的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不过苏无忌道歉的语气听起来没有那么诚恳，明显有些敷衍。老弟做什么工作的？岳童宇又问道。在酒吧当保安。苏无忌咧嘴一笑。老弟，你这就不真诚了。岳童宇摇了摇头。我一直很欣赏清河，家里老太太也很喜欢她，但是工作太忙，也没来得及正式追求她。苏无忌挑了挑眉毛。关我什么事？哼。岳童宇有点接不住这不按套路的招数，说道：你不阻止我追求清河。苏无忌扭头看了看他。你能追上是你的本事，我干嘛拦你啊？如果龙清河真心喜欢你，我能拦得住？老弟，你是个妙人。
岳童宇微微一笑，很久没遇到过这么有意思的人了。苏无忌呵呵一笑，干我能看出来龙清河对你不感兴趣，建议你别白费功夫了，他不喜欢那么老的。这时候摄制赞告一段落，中场休息。龙清河披着浴巾走了过来，天光照在他的白皙肌肤之上，似乎让他整个人都泛着光泽，青缕发丝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风情，似乎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升温了几度。现场大部分亲友团成员的目光都落在龙清河的身上，就连尹琪琪的那些应援嘉宾也是一样。岳童宇也同样挪不开眼神。见到龙清河吸引了所有的关注力，尹琪琪的嘴角撇了撇，表情明显有着不爽。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穿着泳装的龙清河径直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无视了热切看向他的岳童宇，说道：无忌，刚刚有点扭到了肩膀，你帮我揉一下。